嗨，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视频我们分享一个在静坐初期的提问，这个是属于静坐初期的问题。首先是格式的问题，以后我会只答复按照静坐日记的格式记录了自己实践过程、自己静坐练习的过程的这种提问。静坐方法14，日记不能少这一条视频里面有详细展开静坐日记有哪几项的内容需要去写，这个是很重要的。老师，我最近静坐发现我无法克服那种放松到好像要失去意识，但是还清醒的自己很怕摔倒撞到头，并不是睡着了，就是我觉得我要再继续放松下去就要放下我的警觉心，但又放不下，怕危险，这是正常的吗？会担心突然地震来不及跑怎么办？火灾了怎么办？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前面的视频我强调过，只要是我在静坐实践当中发生的真实的情况，不管多奇葩，多么的让我自己感觉到匪夷所思，只要它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它就叫正常，明白吗？我们这种语境下，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正常，只要是真实发生的现象，它就叫正常，只是说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它到底是不是在正确的静坐练习的道路上，而不是来反问我自己，这种担心就是多余的。那基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其实只有2点了，一个是我静坐呢，我是要在我现在的情况下，我所理解的深度放松、深度静的这种静坐方法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我首先要知道正确的，我才能去按照这个正确的去执行。第二个，我在练习过程当中，我执行了我所理解的这种所谓的正确的静坐练习方法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让我匪夷所思的问题，我把它记录下来。那这种干扰是为什么？第一点呢，是我们要知道正确的方法，去看之前分享过的打坐方法和姿势的视频，或者呢去看存在感，去看我之前分享的从11开始的这些视频都是可以的。第二个是这种问题的发生，基于这段描述其实已经体验到了放松描述里面是这样说的，那种放松到好像要失去意识，其实已经放松了，对不对？是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的，但是好像要失去意识，这后面就属于自己的猜测了。你有继续更放松吗？没有啊，就是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已经放松到不行了，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下一步就不敢做了。这种情况就好比是我们把眼睛捂住，然后呢，我告诉你前面是平坦大道，你继续迈步就好了。可能我们刚刚开始走的时候还觉得可以放心的听旁边这个人说我继续走路就好了，但是走着走着，由于我自己看不见，然后就慢慢这个迈步子就会有一点担心，不敢继续往前面走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猜疑、猜测，就蔓延出来了，然后就直接表现在我的行为上，就会好像我们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敢迈步了，就是会想象前面有很多的危险，就会害怕。这些都是人的过去的心理过程正常的反应，它是一个正常，但是并不代表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秩序，明白吗？其实我告诉你，前面就是平坦大道，你可以放心的走，继续放松就好了，这个就是基础。放松松到极致，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产生后遗症的是因为我们的精神过于紧绷，注意力过于集中，过于的在我出现了这种想法当中，就是我的注意力观察到了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拽着这个想法翻来覆去的想，反反复复的磨。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心理过程的5大规律，一个是连续重复，由于过去的累积的这种习惯呢，我们就惯性这么全部裹挟的，然后滚动，然后纠缠，自己就陷入到了自己的猜测之中，这个就是出现了干扰的原因。所以我们说我去担心什么的具体事件是不重要的，而是回到第一项我们说的，你是不是做好基础了，是不是真的知道
基础方法是什么，知道了还不行，还要去执行。在前面的我看一下是第几个视频啊，哎呀不管了，就是一个静坐里面最大的坑，那个就是我坐下是放松的了，坐着坐着其实我没有放松了，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我却以为自己在放松，我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全身放松的状态，已经被自己的思绪带跑了而不自知。我觉得我要再继续放松，就要放下我的警觉心，这是完全是多虑了啊！继续放松就好了，你都还有端着还警觉着，你这就没有放松啊。之前我一直讲说要在一个比较让自己放心的环境，就是自己居住的平常日常生活的环境，在自己的卧室，或者说甚至有一点那种三面包裹起来的环境，会让自己更有安全感啊，就是心理上减少这种担心的负担，让自己更踏实的静坐。环境的部分我们先暂时不用担心的话，在坐中产生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方法的问题了。那么就回到基础，所以这个不是说什么我要放下我的警觉心，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你去放下，做好基础先。之所以分辨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的敏锐度现在还不够，看不清楚这个慢动作。其实当我们把这个会突然担心地震来不及跑怎么办，火灾来了怎么办，当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放一个慢镜头，它的情况是当然了，不排除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当我出现了这个念头的时候，是吧？这种情况它还没有发生啊，它只是一个念头的时候，这段念头其实它只是像流水一样流过去了，就像流水上面有一个叶子流过去了，只不过呢，我们的注意力观察到了这个念头，我们观察到了河上的这一片叶子，我把它拿过来，我要反反复复正反的去看，还要正反的去分析，哎呀这片叶子怎么着，但是不要去解决突出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用去解决我这种担心，我有担心怎么办，我担心的这种具体的问题，不要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是回到我经常说的，回到基础来，坐下，四肢放松，持续的放松。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思绪奔腾的时候，检查一下自己的基础，回到我的四肢是不是放松了，回到四肢放松，把这种舒适轻松继续扩大到全身，然后慢慢的大脑也会放松下来，享受这种舒适，就是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不用去管它，去掉，只用继续回到基础放松，我就舒服了就行了。这里除了担心这种火灾，然后和担心怕自己摔倒撞到头，这还是坐标就丢了吗？做静坐的时候自己胳膊腿都不知道在哪了，稍微回来一下就注意力往自己的身上靠一靠啊！但是这种就像扯风筝线一样，不是让你使劲拽着一直盯着，就像比如说一般老人看小孩在旁边玩耍的时候，你是要直勾勾的看着你的小孩子在旁边一刻都不要跑神的盯着他吗？不是，只要大概我余光知道的这种力度，知道我在放松，知道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是正常的，没有出任何的事情就行了，继续放松。而且你放松又能有什么后遗症吗？后面是有一把匕首怼着你吗？是不是？就不要有这种无端端的猜测。当然有也是正常的，因为过去的心理习惯造成了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既然在练习这种深度放松深度静的松脑静坐，就是回到基础，很简单的，就是因为各种错误的方法才会引起后遗症，才会引起猜测。正确的方法放心，就是一条平坦大道，没有任何的后遗症，相反它是非常舒适的。好了，这个就是以上的回复，继续做好基础。只有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练习，只有自己真切的感受到了这种轻松，感受到了当我回到基础的时候我的那种担心它自然的就消散，体验到这种松绑，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静坐是这样子的，这么简单呀。所以只有自己的实践会给自己的答案，我的回复只是说从旁边
给你一个提示，需要去做什么。好啦，拜拜，新年快乐，好迟啊